如果呢在台北想找一个老地方吃最经典的老味道，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万华，这里藏着超多老小吃，总在巷弄间都是时间留下的香气。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万华走走。早餐吃这个真的很开心耶，这个一口下去真的是会让你停不下了，这么大，这么厚，哇，好香哦！大家好，我是君先生。好，我们这次的寻找美食之旅呢，从西门町来到下面一点更老的这个万华街区，就是那个龙山寺、清水岩、剥皮寮街区的这个地方。那这一区呢，因为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所以呢就有很多在地的老店跟名店。光这些老店名店可能就吃不完，所以呢，我非常期待今天的行程。Let's go, let's go。好了，我们现在人来到这个艋舺阿婆冬粉，那它这是一间70年的老店，好不好？从外观看呢，就非常有味道。我们进去了，两位。那我们点了一个这个全餐面，那全餐面呢，这样子120，其实蛮大一碗的。它的面的选择蛮多的，可以选 Q 板条、米粉、冬粉、汕头面跟油面。那我们选的是汕头面。那所谓的全餐面呢，就是它这边有的东西就几乎都有。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好，有这个猪肠，然后有这个菇阿爸贡丸、香菇贡丸、扁食，然后它的这个扁食是有炸过的这样子。然后呢，它可以选择要不要加沙茶，如果不喜欢的话，你可以不要加。好，那我们来开吃。首先我觉得这是一碗非常温暖、耐吃、好吃的面，每口都很顺口。然后它的每一个配料，尤其是猪肠，我非常喜欢。它猪肠完全没有猪腥味，然后卤的程度很刚好，软嫩非常适中。猪肠入口那个猪肠的香气很好。然后它的菇阿爸，我发现它菇阿爸有一个特色，就是它菇阿爸其实都切蛮大块的，而且刚好我不晓得是不是刚好，就是它的这边都是有点筋带肉带一点肥肉的部位，那这个部位其实是菇阿爸里面最好吃的部位，很香很香。炸扁食跟我想象的比较不一样，就是它扁食其实蛮扎实的，一般有时候那个扁食不是皮很多小小一颗嘛，它这个里面的内馅我有点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吃起来像是鱼这样感觉。如果你们知道可以跟我讲。然后它的这个汕头面很好吃，我很喜欢吃汕头面。那贡丸跟香菇贡丸部分，就是正常发挥的好吃的贡丸。然后它汤头呢有加这个姜丝，然后还有葱花，所以我觉得那个温暖的感觉应该是这边来的。但是它的姜丝也不会太重，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口味都很刚好。然后它这边你如果喜欢，你也可以自己加它的辣椒酱跟大蒜。像这个如果加大蒜，一定会非常好吃。然后等到你喝的差不多的时候，再把大蒜加到汤头里面。你汤不够到前面拿一点。好，谢谢。然后这间呢是早上6点半就开了，然后开到下午3点半，所以就是可以当成早餐吃。早餐吃这个真的很开心耶。然后这边的就是我觉得店员都很亲切，然后如果说你汤喝不够的话，你可以免费加汤。你刚刚看我汤可以剩很少，就是加汤可以前面加。今天要自己一个人孤单出任务，感觉怎么样？慢慢习惯。完蛋了。今天栗子跟轩轩就会从台中来，我们接下来3天要去淡水玩。哦，对。我觉得这样子漫步在这样的万华的街区，会让我们等一下吃的食物更加的美味。你好，我要一份。现吃吗？对，现吃。然后我们现在人来到这个凉粉博，然后它就是卖凉粉。那他们家的凉粉呢是用这个台湾地瓜粉做的，然后再撒上这个米得粉。我刚其实已经吃了很多块了，我觉得很好吃哎。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凉粉，然后我本来以为它会像是那种 Q 圆啊，或者是就是那个荤桂那种感觉，它是稍微再偏软一点点，就是它不是那么 Q 的，但还是就是微 Q 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好入口，很清爽哎。因为它本身那个一点点地瓜的甜味，然后再加上米得超级搭。我本来会以为我不喜欢吃这个，但结果很顺口。一口吃一口吃一口吃，就是夏天吃的这个小点心，超级舒服。这个听说是他们古早味的零食。对，应该是。你们可以想象，我就可能穿着那个阿公的吊嘎，然后穿着那个短裤和那个蓝白拖，然后在榕树下，那画面整个就上来了，对不对？
而且它很顺口，就是我就一直吃一吃就快吃完。我在网络上看到本来有人说它的米德粉比较甜，可是我觉得还可以。我们现场吃，它加这个米德的量，我觉得很刚好，甜度很适中。然后它的米德其实真的很香耶，有一点那种花生粉的香气，啊，很好吃。快被我吃光了。带着雀跃的步伐，我来到了亚东甜不辣。它就在这个凉粉婆的旁边。这个亚东甜不辣呢，它也是老店，它创建于1965年。那个综合甜不辣跟珍珠血糕，小碗啊，小碗的。那我看到网络上人家评论呢，说这个万华的3大甜不辣就是亚东、赛门跟鼎芝。然后我们现在来在这个亚东，那它的东西其实有蛮多的它总共有馄饨酥、天妇罗、菜头、油豆腐、甜不辣、肉卷跟猪血糕。那我们点了一个小份的重口，就是这些东西全部都有。然后我们另外又点了一个它的珍珠血糕加这个花生粉，它是用就是真人去蒸的。好，那我现在先来吃吃看一时那么多，我不知道先从哪个下口。我先来吃它的甜不辣，然后我看网上有人说它的这个蘸酱是它的灵魂。那它这边有写说，如果你用它的原本的蘸酱，就是传统的好味道，那你也可以自己去把它的不同的辣椒啊、大蒜啊、蒜蓉给加在里面。然后它的辣椒有那个朝天椒的那种超级无敌辣的那个，所以你们在蘸的时候自己要小心的。好，再吃它的原味。它的蘸酱真的很有特色，我无法谱系它的蘸酱里面有什么的东西的味道。它的甜不辣就是很 Q， 然后有一点点鱼干的香气 ，QQ 嫩嫩的，然后这个就是煮的程度很刚。然后我来吃看它这个大片的，这个是肉卷，肉卷除了这个姜的之外呢，它还有带一点肉的油香这跟我想象的味道不太一样，但是很好吃还有肉的油香，吃得出是肉卷。因为像我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看起来都很像到底吃起来会不会不一样？但它这两个起来就是很明显在味道的差别。然后我现在来吃看它的这块，它是写说是天妇罗，这么大一块，先吃原本味道。它天妇罗的味道和它的甜不辣味道就比较像一点点，但是好像鱼酱的香气又更浓郁一些。那一样的，我觉得它的那个煮的软嫩程度都非常的刚好，就是不会到太软。它这个天妇罗没有沾酱，其实就蛮香的，就是那个咸香味就在了，不一定要沾酱。蘸酱就是很有特色，因为它的酱的味道很特别。好，那我现在来吃看它的油豆腐，它是那种很密的油豆腐，它的孔洞很小，没什么孔洞，很扎实。这叫什么？萝卜盖炒的，对，盖炒的萝卜，它倒很甜然后它有它就是吸满它这个汤汁的香气。然后再吃这个馄饨酥这个馄饨酥就跟我们刚刚在艋舺阿婆米粉的吃的这个馄饨酥蛮像的。所以它这边的馄饨酥的特色就是它里面是用鱼浆，不是我们一般想象那个鱼馄饨里面是包肉的，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就来吃看这个猪血糕，可以啊。它的那个糯米就是软 Q 软糯的，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要沾，蛮香的。休息一下。好，那我们来吃它这个珍珠血糕加这个花生粉的组合，它上面有撒了一些香菜，那它的花生粉其实看得到一些花生比较大颗的颗粒，很香。那我必须说，我觉得这一支珍珠血糕也有超出我的预期，因为我其实是不太吃这种东西的，但是让我会下次来我会想要再吃。然后它的珍珠血糕，首先从看它的厚度，它厚度其实是比它这个综合甜不辣里面的猪血糕还要厚，所以它口感就比较多。然后它的花生是有一点咸香的，不知道是酱油的咸香还是什么，就是它的花生咸香。然后有点颗粒，然后花生香非常的浓郁，然后再搭配上一点点的这个香菜，跟那个猪血糕的味道非常的搭，然后它的口感又很刚好，这个一口下去真的是会让你停不下来，然后刷嘴一直吃。那个花生的咸香真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印象深刻。我觉得这一间除了好吃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记忆中的那种味道，因为我阿嬷以前就会用这种关东煮给我吃，然后我就觉得很幸福这样子。那你阿嬷会用关东煮给你吃吗？你们阿嬷不是同一个吗？
外婆哦，外婆我是外婆。没有我没有，我外婆没有用关东煮，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美食真的是就是味蕾它可以触发每个人不同的记忆。像我们来到台北在吃，可是你突然想到台南的阿嬷，对，尤其是万华这种地方啊，它可能就有很多这种老店呢。对啊，很有味道的地方。在这里点吗？这边吃吗？对，要吃什么？原汁排骨汤1份。这样就好了。对，价格100。你现在来到梧州街的原汁排骨汤，这样一碗100块，然后你看它的排骨快夹不起来，这么大，这么厚。看我的手指头是这样子很用力，它真的很大一块哦。然后它是用菜头去炖的，用闻的就哇，好香哦！我很喜欢这种菜头炖排骨汤，先喝口好不好？好喝，它的那个排骨的香气跟菜头的甜味完全融入到汤里面，一喝就知道炖很久。而且那个整个排骨香在那个汤头里面，哦，好好喝哦！我要吃一下它的排骨哦，这排骨这么大块，我会直接大口吃个一半。排骨的卤的软硬度也很刚好不会因为太大块就太硬。然后它有个酱油想要沾，可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沾它。无从下手我知道，怎么那么笨呢？我不想要把它弄到汤里面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这么大口的吃这种汤的排骨。上面这个地方就是排骨比较上面的地方，还是有一点点稍微微柴一点点，但是它里面你看我刚刚把它咬掉的下面这里面这一块，这里就是有点带筋带肉的这个地方这里就超级好吃，又软烂又香，然后还有一点萝卜的香气，萝卜的甜味。因为它排骨大块，所以就是它有的地方偏软烂，然后刚好，那有的地方还是会稍微偏硬一点。但是重点就是它的汤超级好喝。最喜欢那个排骨这种带筋带肉这种地方最好吃，所以每次我都会啃那个排骨，我啃得干干净净，搞得好像今天我们都没吃东西一样。对啊，就是吃很饱。它萝卜也很好吃，也很甜，然后充满那个汤汁，赞。可以。这个排骨汤就算是热天我也可喝，而且它现在是在对面还可以吹冷气，所以很棒。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剥皮寮的历史街区。剥皮寮聚落呢，形成于清代早期，距今已有200多年，是台北市硕果仅存的清代街道之一，并于2010年登录为历史建筑。好，那如果你们来这边呢比较有时间的话，其实就可以在它这个老街区的各个店里面穿梭，它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展览。街区分为东侧和西侧，西侧规划为艺文特区，东侧呢则为乡土教育中心，大多是固定的常设展。这乡土教育中心它其实展览非常多，蛮大的，因为有一些古早的铜腕可以带小朋友来玩。Easy。那我们现在经过这个最有名的龙山寺。龙山寺的香火真的是非常的鼎盛好，那我们现在去吃下一间店咯。好，那在这个艋舺龙山寺旁边的这个小巷呢，你们可以来逛逛。这边有一个这个万华青草巷，然后以前呢又被称为救命巷，因为在医学还不发达的年代呢，就是你生病了就去求神问佛嘛，然后就会拿到一些偏方，那你就会有这个抓青草药来炖药的这个需求，所以就在这边有个青草巷。我一到这边就马上那个青草的香气就在这空气中四溢。那里面有一间这个100年的青草店，它现在已经变成这种2代，用成比较饮料店的形式。因为吃太多很口渴，我们就先去买单。我发现它其实这个青草巷里面的老店还是维持它以前的样子，那它做成比较饮料店的形式，其实是走出来的旁边。好，那我们买了古早味青草茶，一个是它3合1青草茶。那古早味青草茶大概1、2分甜度，它就是它最原始的这个青草茶。1、2分糖的青草茶就是很顺口了，就是这种很热的热天喝的很消暑。那另外3合1青草茶呢，是另外加这个百草茶，还有无糖青草茶跟这个鱼腥草，我觉得它的比例很刚好，有点微苦又是有点回甘。我看它其实有卖很多不一样的特色的品项，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就想说喝它比较经典的一些口味，然后还有这个仙草加拿铁的那种，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看。然后还有一些看名字不知道是什么的，完全想象不出来的味道。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仙草茶喝起来好像有点辛苦啊？刚扣。我觉得这个仙草茶就是你没有办法像喝饮料一样，咻一直狂喝，就是要一口一口慢慢喝。哦，对，就是喝的比较干扣这样子，比较干扣。
啊，那龙山寺对面有一间这个9日咖啡，它有咖啡蛮好喝的，然后它有个特色就是有很多在地的爷爷就坐在这边聊天、喝咖啡、抽烟，有个聚会的地方了。然后我们现在人来到这个360把，他写说这个蒙甲最黏人的古意点心，然后好像是卖减重的减重冰，我们去吃吃看。减重冰70，它是用什么做的？还有那个灰碱水，然后跟米下去做的。减重冰，它的减重呢，基本上就是用糯米去做的，然后就像这样子。然后在网上评价，有人说是他可能吃过最好的减重。那因为我不知道减重是什么，这是我第一次吃。那这个70里面呢，除了有减重之外，还有这个芋圆，有汤圆，然后还有一个呢，他说这个是用白木耳跟黑糖做的 ，QQ 脆脆的。那我来吃口减重哦，我很期待。减重本身有一个特别的味道，是碱的味道，酸碱那个碱，我不知道它是一个特别的味道，是不是减重的这个味道？这味道我就无法评论了，但是口感是蛮软软，很舒服啊，软软糯糯。然后它的冰呢，就是用黑糖水，黑糖糖水很清爽，不会太甜。它的冰不是那种很绵的，它是有点片状。我觉得减重这个东西真的要看人吃，因为如果你可能从小吃过，你就会觉得这味可能蛮怀念。可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所以虽然说它是个碱水的味道，没办法跟其他味道去做连接，就是我吃的有点不习惯。你有吃过，会觉得这个碱水的味道很奇怪。如果先不要论它味道，我觉得它口感是好的，不是像他说的软软黏黏绵绵的。另外那个我刚刚说它那个芋圆啊、汤圆啊，还有这个正方形的，他说是用白木耳做这个的，我觉得很好吃啊。看评论有很多人说这边的减重真的是超好吃，他们就专门来这里吃减重。我也想问大家说，这间减重是真的就是很好吃的吗？它真是如果你们没有吃过减重，或是喜欢吃减重，你就可以来这里。金草之存在花之根。哦，这间要排队耶。对，要排队。La cucaracha ya no puede caminar porque no tiene, porque le falta marihuana que fumar。花枝根里面就是都是花枝根，然后它的花枝真的是非常大块，然后呢上面有裸一点点的粉，然后咬起来呢就是还是有 Q 度的，然后又不会太硬，我觉得非常的刚好，然后带一点海味。然后呢今天店员来的时候，他特别讲说，为什么香菜用完了，有点少一味的感觉，但是它里面还有这个沙茶，你可以自己加。那它的沙茶是带点微辣的，我自己觉得是加了会更好吃一些些。然后我发现它有一些块，像这个啊。就很特别，它其实是花枝上面好像又有一点肉根，还是什么鱼浆之类的吧，两块合在一起，你看，对，它其实是又包有一点浆，它的鱿鱼是真的好吃的，然后炖汤也很顺口，但是我相信如果有香菜应该会更好吃啊，就是少了香菜一味。那结论呢，它就是一间这个花枝很 Q 脆新鲜，然后很大块，然后切得很厚的花枝羹店，好不好？然后它这个店这边呢，有跟大家介绍鱿鱼啊、软丝花枝、套 Q 有什么不一样，你们可以看一下。我每次看完，然后每次原来是这样子啊，然后隔段时间，我又忘记了，从来没有记起来过。La cucaracha ya no puede caminar porque no tiene, porque le falta。好，那在这个金好吃纯正花枝羹的旁边呢，有一间新选商号谷物店，那里面有很多可爱的谷物。如果你有买东西，你就可以拍照；如果你没有买东西，你就要付店家20元，就在里面可以拍照。那我们去逛一下，它在2楼。When the wind is blowing strong and the night's a little colder, when you're tired of walking on with the smoke still in the sky, when all the noise from your day tries to crowd out all your peace, let my voice sweep you away as you're drifting off to sleep。好，那我们从这个东山水街市场跟新富市场走过来呢，主要是想跟你们介绍这里。它在市场的中间呢，你转个弯呢，你就会来到这个新富町文化市场。那它是一个古迹改建，然后现在在里面呢有开了一间叫做万华世界下午酒厂。它很酷的地方是在于说，它就是从白天开始就可以喝酒之外，因为它就在市场旁边，所以它跟市场有做一个很深度的结合，就是说你可以这边跟店家拿盘子去市场买你想吃的东西，然后来这里吃喝它的酒，还有这个调酒啊、清酒啊、啤酒啊，也有无酒精的饮料。这边的老板就提倡说，你白天就可以在这边喝酒。
那个氛围就很棒，所以我们现在2点进来，里面就很热闹了。我看那个评论，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然后甚至有评论说，你拿店家的盘子去的话，市场老板会多给你一些东西。然后这个市场呢，比较有名有这个蒙甲大丰，它的牛蒡丝还有一些炸物很有名，然后还有这个阿婆油饭。那因为刚好这2间今天都没开，所以我们就今天就没在这里吃了。然后这个新富町文化市场呢，它就是里面有很多展览，还有一个 U 型的天井可以拍照。那在它的旁边呢，还有这个日式的老宅 Tokyo Bike， 是一间咖啡厅，氛围也很不错。所以呢，你们如果过来呢，也可以来这里喝咖啡。还有，我们现在来吃这个顶级甜不辣，这是今天的第2间甜不辣，比较看看好不好？一个小碗的内用。那这间呢，就是我刚刚在亚东的时候说的，就是万华的3间厉害的甜不辣的其中另外一间，因为它的这个甜不辣，它的这个酱就是甜味噌酱，跟亚东的一样，然后我觉得口感都很 Q， 都很好吃，然后鱼浆的香气也很香。它有一个大便好像是天妇罗这边基本上就是口感咬劲都很刚好，鱼板的香气都很十足，所以它的搭配它的酱都很好吃咸咸甜甜的，就是那个甜味噌酱。然后呢，它这边还有2个酱，就是我在网络上看也蛮多人推荐，就是说可以加它的麻辣，它的麻辣是这种椒麻的，它这个椒麻味跟它的那个甜味真的酱非常的搭。就手上接那么厚就对了，你看我的手指头。如果单论以这个甜不辣里面的猪血的话，我觉得它的猪血好像更好吃一些。那是米血了。米血，对，对不起，讲错了。然后我来听看这个提味是什么东西啊？多了一个鲜味的辣椒，还是那个鲜味。这2个辣椒，麻辣跟提味都好吃，都很搭它的酱。油豆腐，它一样是有油豆腐。油豆腐也好吃，跟亚东比起来，它的孔洞是稍微多一点，但是一样是比较扎实，里面就是很 juicy， 然后吸附这个酱汁，我觉得它的油豆腐也很好吃。还没有吃到的是这个萝卜也不错，他们萝卜都有挑过，就萝卜本身的香气跟它清甜味，然后搭配它的甜味，整个都很棒。小贡丸也好吃，我发现这里面还有东西我刚刚没吃到，它这边还有个水晶饺，亚东是没有这个，它就是水晶饺，正常发挥。然后我刚刚发现呢，如果它这样子的 set 里面，如果你有不喜欢的东西，你可以换。就刚刚有个阿姨就把水晶饺换成丸子，如果是我有时候换掉。顶级我觉得它整体分数也很高就是我刚刚吃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好吃的。然后我们现在去这个桥下蚵仔汤。好，那我们来点了一个蚵仔汤，它是90块。如果你们现在所看到，它的蚵仔汤的蚵仔有很多颗，而且都很大颗耶！你看这么大一颗，然后它的蚵仔呢上面是有裹一点点粉，薄薄的一层粉的，所以它其实煮完感觉没有什么 kiiki 的样子，就是看起来很漂亮。然后我先喝一口它的汤啊。有浓浓的那个九层塔跟蒜头的香气，然后还有一点的红葱头的香气，还有姜，很好喝，它汤好喝，有一点微割一点点的，应该就是它那个蚵仔裹粉，所以它有点微割。然后我来吃它的蚵仔，它蚵仔很新鲜，没有什么腥味，很好吃。然后因为它裹的粉是薄薄的，所以不会有那种就是不舒服的感觉，很刚好蚵仔真的很好吃。我好像没有在外面吃过，就是这种蚵仔然后裹一点点粉这样吃，这是第一次，但我觉得还不错。所以呢，如果你们喜欢吃蚵仔的，还有喜欢还有这种汤的，这里很不错，可以。好，那我们现在人来到这个华西街观光夜市的这个北港甜汤，那这间也是老店哦，它创立于民国42年，那它是一个阿嬷在做的。那因为其实类似的东西我们在中南部吃很多，那我想说，那不然我们就来吃吃看，看我们在中南部吃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点了这个烧马吉。那烧马吉呢，我们之前在园林吃过，还有在这个云林也有吃过。那如果从外观来看呢，它这边烧马吉是比较厚、比较大颗一点。之前在园林跟那个云林吃的都是比较扁的那一种。然后它这边的话就是花生粉，我记得之前吃的是有芝麻或者花生。
好，首先刚刚第一口吃下去呢，我觉得它的花生粉的香气非常十足。你近看它这个花生，还是看到一点点小小的花生的碎粒。然后它的甜度我觉得也蛮适中的。然后它这个是另外没有汤汁的嘛，那它的麻糬我觉得很 Q 厚厚的很 Q， 然后你看这么厚。那我觉得它软糯的程度是非常刚好的。但吃到现在，我觉得这件麻糬其实好像比我之前吃的还要好吃它的口感更 Q， 可能是因为它比较厚的关系。我点了一个烧麻糬，就阿嬷还给我一杯茶，它茶蛮好喝的，跟麻糬这样配起来超搭的。又想到我在榕树下穿着那个吊嘎，然后喝的茶配的这个，画面又来了。这茶很清香好喝，然后配上这个双麻糬，可以。下次我想再吃它的豆花，所以说如果在北部的朋友想要回味一下中南部的这一味呢，可以来这个华西街观光夜市这间北港甜汤。好，那如果你要说到这个华西街观光夜市里面最有名，就是评论最多的，应该是这个小王煮包，还是必比登，它有12000多则评价的卤肉饭跟控肉饭。那因为呢，我们今天真的已经吃不下了。那如果你们有来吃，再跟我们分享是不是真的跟它的名气一样这么好吃，好不好？再跟我们讲。然后还有这个元芳挂包也是必比登，反正你们如果吃过，跟我分享一下。好哟，那我们这一次万华的美食呢，就拍到这边。那在拍美食的时候，总是要提醒自己。说腹再说腹，要不然一天吃这么多家真的是非常饱啊。那我们今天的 MVP 有哪几间呢？我觉得那个北港甜汤的烧麻糬很好吃，这个营养号桥下鹅鸭汤也非常厉害。然后再来这个原汁排骨汤印象深刻，那顶级甜不辣跟亚东甜不辣我也觉得都很好吃哦，还有这个蒙甲阿婆冬粉我也非常喜欢，就这几间。还有那这2集呢，我们少了一半的颜值，大家还可以接受吗？你确定只有减掉一半的颜值吗？有点支持可以吗？拜托你们了，好不好？观看一下，好不好？拜托啊，对不对？这样子轩轩才可以在家里多休息，好不好？反正我等一下就要去接轩轩了，那我们明天还要去这个淡水玩。那我们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呢，就请大家如果想要追踪更多，我们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那还有订阅、分享、按赞、开启小铃铛。大家再见啦，拜拜。